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滋阴补肾、无须黑发、修正派复方手无地黄丸。问诊已经结束了，先请老师对于3位学员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一下点评和分析。这一次呢，就模仿医院真实的看诊的这个情况，同学们的积极性呢非常的高，但是呢没有利用好和小齐这个配合啊，因为他的专业就是和人构成一个心理的沟通啊。专业纯聊天是。那么综合最终的排名，白松岩可能稍高一点啊，那么白松岩是第1名，白松岩看的肝郁脾虚，很对的，而且呢摸出来的这些结。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那个乳腺结节，或者我觉得胆囊上也有点问题。白松岩在信息采集阶段紧凑一些。我去问诊，沟通一下。阿姨现在2个人，她应该还得再看一个，这个肯定是咱俩分担了。对。OK。咱们有一个带孩子的病人。他要提前是吗？对。其他患者可以沟通一下。就跟其他患者说一下。白松岩也是收到感谢信字数最多的，信都是非常长篇的。松岩。可能他自己性子急，就像我一样，但是在他面对患者或者是深耕的这个领域里面，他还是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的。白松岩，他的眼神和动作给我很心安的感觉。在这里，他非常感谢小白老师，祝你越来越厉害，青出于蓝胜于蓝。第2名呢是王玉，第3名呢阿姨。王玉看的这个说是肝阳上亢，对不对啊？对，我认为是一个肝阳上亢，我觉得是应该用菱角钩藤汤，然后增液息风。实际上这个人是肝郁化火，在用药的时候，主攻药还是要疏肝理气，或者是呢加四磨汤。四磨汤。对，阿姨对这个病人的话呢，看上去说话的时候不是那么敢肯定一样。大家既要接收到我们老师给到的这些专业的评价，同样也要感受到来到这里病患对于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他们对于你们的支持也是一种继续好好学习的这种动力嘛。那最终的分数呢，相加起来得到的是495.7，真的是有零有整，一个很高的分数。感谢愿意把自己的疾病呈现在屏幕前的所有来到这里的真实的病患，感谢他们的信任。面对大量的病人，然后开始排队看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职业环境。3位已经有所感受，在配合当中也要多多注意。你们继续努力。好。哎，你在这儿忙活啥呢？我刚刚吃完饭嘛，想喝一点健康养生的特饮。这是来自我们贵州的黄金果，它的名字叫做刺梨，它的维 C 含量呢比苹果、柠檬高出许多倍。我今天调制的就是用我们快乐购溯源记出品的有机刺梨原汁，刺梨鲜果新鲜现摘现榨，不是那种浓缩还原兑水的，所以它能更大程度的锁住营养。那我这元气满满、健康又养生的下午茶，就从你的这杯特调开始了。下午的考核开始啦。经历了一上午啊，你们很多都熟悉了。上午是谁负责预诊的？我们轮流负责的。啊，轮着来的是吧？你们愿意诊吗？轮着来。也是轮着来的吧？那么你们排序呢？我们刚才商量一下流程，我先去预问诊，然后第2个预问诊的是我，然后第3个预问诊是妍希。然后我们流动起来，这样就会时间会好一点，然后流程也会很流畅紧凑。因为上午齐向华老师身边没有人在跟诊的时候比较长。上面老师在等是吗？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以后，我们就一直有讨论怎么样尽量保证楼上这个诊室是一直有人在、有学员在的。
好，非常好，节奏打起来。对。那么我们去调查这个岐黄院患者满意度这个事情，交给我们金轩交给我了，交给你金轩啊。我来。也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满意度更高的一组还能额外再得到一个药材。好，那我们先下了哈。好，我们也注意一下时间，6点半，我们这里就关门了。走。哇，乐怡这个铿锵有力的步伐，我真的感觉是来到医院了。还没来，给我点这个，一边放一半吧。啊，这全有一半啊。这回跟诊的患者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然后想要寻求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答案，我们也要尽所学解决他们的困惑。岐黄院，就是这里吧？你好。哦，请问您的姓名是？我叫白瑶。白瑶，好好。吴东颖，曾阳，好。您叫？花的香菜。哦，好的，我们现在这边随便坐，然后白瑶，因为你是第1号，对，我们先去。OK， 好。我带您先到这边这个预问诊区了解一下你的基本的情况。OK。然后这样更方便楼上的老师可以更快的判断你。好的。我们的第1位白瑶。好。Hello， 你好，请坐，坐这。OK。跟我讲一下你哪儿不舒服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的肠胃问题，我不消化，就是会胀气很严重。最开始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我是会持续放屁，到后面持续发展下来，就是它没有办法放了，它就会憋在肚子里面，肚子就会越来越大。啊，你给我指一下，大概是在哪儿啊？这个部位。哦，下腹部。我可以给你看照片，还有视频，已经有2年多了。来吧，我把一下脉。手有点凉哦，手一直这么凉吗？对，我比较怕冷。月经怎么样啊？我闭经。第2个问题就是闭经。从我第一次离月经不来是在24年的2月份，到现在。到现在。对，然后中间来过的姨妈都是吃激素催来的，就不是我身体自己来的。乏力有吗？有，因为我之前是一名舞者，就运动量很大，但是在身体慢慢严重之后，就是你跳不动舞了。刚辞掉工作那个时候，在家休养的时候，我走路都会很累，就很严重。来，坐那。请坐。老师，我直接跟你汇报吧。您说。患者自述下腹部胀气1年余，然后近1年食其困难，食后腹胀，但是多食不易饥。我只要吃东西就会腹胀，我是全天24小时，从早上起来吃东西开始到晚上睡觉前，一直都是胀气的。去年10月份就做过肠胃镜，没有什么问题。幽门螺旋杆菌也查了，也没有。然后四肢不温、乏力、面色青黄、舌象是舌色淡、舌体胖大、舌下淤紫，中间有裂纹。我的诊断是，我觉得它是鼓胀，然后是一个气滞血瘀。好的。我问你，肚子鼓胀的时候，你轻轻拍拍有声音吗？有。是什么样的声音啊？是实的声音还是空的声音啊？跟气球的质感差不多。对，患者有照片。对，我有照片可以给你看一下。可以。吃饭进肚子就会变成这样。这是吃多少？就正常吃饭。正常吃饭就会这样。对，就是我会趴在用猫趴式的方法去帮助自己排气。对。这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对。你很厉害，没去学医。我最早是学护士的。怪不得你有这样冒爬式的排气动作啊！而且小姐姐还是个舞者。还是个舞者。对，我今年辞掉工作，就身体没办法。我最严重的时候路都走不动。就是因为这个病，现在工作也没办法继续，然后朋友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朋友出去玩。你出去如果聚会什么之类的也没法，根本没办法参加。对，所以其实生病这1年多以来，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从你的脉象来说，又有气滞，
又有阴虚啊，还有呢你的思虑多。思虑过多。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治疗是这样的：第一，加快胃蠕动。从今天开始回去，要以揉腹为主，要以脐为中心，顺时针慢压去揉，平平的揉就可以了。第二呢，埋穴。第三，就是你要保证一定量的纤维素，也就是蔬菜比较好。但是还有一块你知道吗？你是有肝气郁结，所以我们还得要调理这个呢，可以用点越橘丸。越橘丸可以解六郁，来说说看哪六郁啊？气血痰火湿湿，你看背得熟吧？你要背是为了熟，要用啊，要临床上就要用，对不对？那我这个身体，您觉得大概调理的话需要多久？理论上说了，这不是很长。真假的？真的。眼睛亮了。我先要给你气排出来，你才能够心情改善，你就肝气就能够顺畅，气顺畅了，月经就正常了。这是一步步来的啊，不能一蹴而就。中医看病啊，我们要像抽检波是一条一条，对吧？所以说不要很紧张，你调好了以后，一样可以去回到无常。我相信啊，你24岁，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们在解决病情同时，让他建立对生活的信心，这样他才会更好的投入到未来的生活当中。沈卫东老师很有能量，给了我很多的鼓舞。这贴了就开心了。真假的？当然，这个是开心穴。就是小姐姐很细心，就是她会照顾到我的情绪。然后会安慰我说我会好起来的，给了我很多希望。这回好一点不？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哦，有事情不要憋着。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是在哪里知道我们这个有这个情况啊？看综艺看。就是之前就有看过我们这个。对。从第1期就开始看。哦，谢谢，太感谢了。是大概是什么问题？肥胖，而且蛮严重的。没关系，我们今天正好给您看诊的是沈老师，他针灸很厉害。太棒了，下次我就演外星人去了。老师，我都想学中医了，就为了这个针法。孙森阳，啊，您叫孙森阳，是有什么问题？那个脱发挺严重的。哦。王哥，要不就同步进行，可以减少一下咱们等待的时间。可以啊。可以。那下一位换。第2位。Hello， 然后另外我询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布或者是什么？那边那个门它有个缝，坐在那块的时候会有风，我怕问诊坐在那儿时间比较长，到时候直接就是感冒。好，我去找人解决。你先跟他看。有小毯子给他找一点。那边有点冷，还是这边暖和一点？没事。来吧。咱们坐在这边。好。咱们今年多大了？22。啊，看着就很小，真不小了。然后咱们现在最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主要肯定是肥胖。我先帮你把个脉。我的脉可能不是很好把。没事。咱们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小到大。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比别人就壮一点点那种，然后在小学就开始特别明显，就胖，就开始明显比同龄人胖特别多。明明我跟大家吃的就是差不了多，因为我没有暴饮暴食的那种症状，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食量缩减的很少很少，我才能去减这个肥？我正常饮食的话也是一样会胖。家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情况？没有，全都没有，就不管是父母还是老一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可以给你大概看一下小一点的时候的照片，
从这个时候好像就是3、4年级的时候，你看你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初中的时候，整个就是胖的，这时候已经有230了，最起码。这个时候就250、260了，差不多。但你一直都很可爱。没有。然后就一直胖，就是没有停过那种胖，强制减过就还反弹，一直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咱们最大体重是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多少？方便问一下？有300吧，差不多。因为其实我蛮不敢上秤了，已经。之前有想过什么解决的方法吗？好多，这个就真的太多了。我试过，包括减肥训练营去吃中药，会拿代餐奶昔，西药也吃过，效果很没啥用。那咱们好的，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您可以上学的时候再跟老师再说一下。加油！来了，咱们就是解决问题的。好了。然后您请坐。老师好。然后老师，我来进行一个汇报。主诉是体重超重16年，然后先病史是自小学1年级开始体重超重，然后现在是150公斤，然后 BMI 是50.12。然后勉强，昨日起夜10余次，舌红苔白，然后有淤热，他的脉象呢也是沉硕的。然后他之前的一个既往史呢，就是他有这个容易发作这个急性肠胃炎，就他的脾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然后饭量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外卖单，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就是1顿的量。对，这个那饭量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是体内有淤热，然后有淤热的话，其实在处方上面的话，我可能会给他在调理脾胃的这个同时，可能会下一些石膏。就是石膏这个药用的其实比较冒险，因为面部也会有痤疮，然后其实它会有一些想要去吃的感觉，然后但是脾胃真的又比较虚弱，然后用石膏的同时有加上一些其他的药，然后去帮助他把食欲去往下减一减。在针灸治疗方面呢，主要是增加它的一个代谢，我就想用埋线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处理，就是在调它整体，然后以及在调它的局部。挺好的。激素水平查过吗？我这种情况，我出门其实都觉得有点羞耻、丢人，甚至我光坐在这，我都会觉得你们现在怎么去看待我？我跟你说啊，首先，胖不是罪，知道，对吧？第二，胖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实际上，我倒是建议啊，你要去稍微要查一下激素水平。如果激素水平、代谢水平有问题，那么我们只要针对性的去干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是报减肥训练营的，他那个是很专业的那种，那时候是查激素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如果排除了病理性的，那么就可能考虑生理性的，知道吧？生理性的一定是你的生活规律出问题了。确实蛮。你要不戳我吧？你疼不疼？没有就。别紧张，没问题，不要紧张，没问题，对吧？那么从中医来说，是希望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调整、改变你的一些状态。指的是？比方说你胃口，中医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你的胃口，能抑制我的食欲。对你的食欲有影响。第二呢，对你的内分泌有一定影响，它能够改变你的身体的皮质分布。那么你可以试一试针灸，还有呢，可以用点中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配合一些运动、茶叶、运动还是很需要的。减肥是一个过程，你只要记住我4个字，你一定会减下来。哪4个字？汤糖烫啊。第一，喝汤要控制，汤里面的蛋白质、脂肪成分是最多，所以汤要控制，不是说绝对一定不喝不。第二是糖，糖就包括脂肪啊，巧克力了，是吧？
第3是躺，要躺下来，不能躺，要站多走。第4烫，烫是热量啊，是能量啊。哦，那个所以烫。还有就是吃外卖，啊，刚才听说你说就不做饭。那跟我没关系，那从小到大我妈就这样。那爸妈他们也是一直就是吃外卖。听过最多的话就是今晚吃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吃，而且我爸妈也会说那种，想吃麦当劳吗？吃。他们是很大的诱因啊，这是。看来是环境因素还是很重要的。外卖里面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很多东西。减肥还要一个自己的自控力，这样才会恢复你这个轻灵的身材，对不对？好像案板上的鱼啊。不会，好，不会。任人摆布。我们摆布的不是你们摆布的是这个布，摆了一块布。好嘞。虽然他是肥胖患者，我们还是要用健脾的方法，用什么？用足三里再针、化痰湿、分乳、化水湿、阴陵泉。这是调下啊，那么还可以调上啊，调上的用我们曲池调肠，外观通调三焦，肚子要挖开来，打个中嘛，对吧？8寸我们中点4寸，那边对称你来个，疼吗？什么东西？扎进去了，有感觉不啦？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啥感觉，我保证你没感觉。等一会儿我给你一点点感觉，现在。我们帮你打脸，马上瘦脸。哇！相信吗？像看到的那个一样吗？之前给安琪扎瘦脸了。我们这里再扎完啊。很好，真的很好。无论是老师还是说学生，每个人都很认真的看着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一直在安慰我，陪在我身边。要不设个屏风？可以吧？去专门帮我支起一个小帘子，把它放在上面。我来，我爱当卷帘大将。可以吧？可以。好，下面的有点多。好，我们加速了。我们可以准备上去了。好的。那我先下去了。麻烦你们了，麻烦你们了。这个是乐意。好。因为现在也有一个人有点着急，所以你们得再加快速度。那个得稍微快一点。是您赶时间吗？我是搞了个抖音的，每天5点钟我得去直播。对，所以我想就稍微快一点点。明白。但是严静已经把人带上去了，他那个问好久了。你们先别浪费这个时间，先看。好，那我给严静发个信息。好。去年做的胃息肉。老师，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等会儿有一位患者他5点钟要直播，我们想先换一个顺序，让人家着急的人先上来，我去安抚一下这位患者的情绪，好吧？老师您就等1、2分钟，好不好？没问题。哎，患者。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刚刚聊的时间会比较久，然后您方不方便等个20分钟，让那个5点钟直播的患者先上来？方便其实也可以方便，但是那我就得改签了，我是你也要改签5点40的车票，但我可以改。您可以。行，真的不好意思，没事，真的不好意思。王涵，上去换，快，因为他着急。对，这个患者等我5点40也要坐火车，他要改签。好的。那我们先上。好的，谢谢。好，走。来，咱们这边。好的。什么？就是让他在这边休息一下吧，因为
那位患者5点钟直播，还有半个小时。然后我跟这位患者沟通了，然后虽然他也有一点点紧急，但他非常善解人意。他说他可以改签一下他的火车票。哇，然后谢谢，就是为了我们。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好的，来，就是很抱歉让你们等。你们已经够辛苦了，不容易。谢谢你的理解，真的很感谢理解。这位是小罗同学，来。哦，你好，好。蔡宇翔，职业是自媒体歌手，性别男，年龄37岁，声音嘶哑2年余。我就是做一个自媒体啊，然后我是唱歌的那种博主，每天都要直播，可能要直播3、4个小时。然后平常拍视频说话也说的特别多，所以就会导致我用嗓很皮，然后又加上我们压力大，又抽烟，就导致我就有那种失声啊。之前有过什么时候？今年上半年就有过一次，而且我去医院体检过嘛，有慢性的那种咽炎，还有鼻炎。现在会感觉咽部不适吗？您是天生就这种咽嗓，还是因为直播压力大导致的？就是因为面爽过度。其实我以前的声音很亮的，然后什么？还有就是那个痔疮。就我经常唱歌用嗓。你现在主要的一个是喉咙的问题啊，对。去查过吗？查过，有那个2类的结节。哦，有结节了。我就想着有什么样的中医，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呢，痔疮，因为我经常喜欢吃肉，特别喜欢吃牛肉，一吃牛肉就坐立难安。无梗在喉，如芒刺背。对。实际上呢，这痔疮呢，主要跟你一种生活状态有关。这种治疗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特色方法的。我教你一个穴位，在手上。痔疮在手上。痔疮的穴位在手上，叫2白。2白。2白。听到过吧？对。实际上是很简单，我要给你贴个穴位。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好吧？好嘞。这个有卖的吗？我可以买点回去用。你买也没用的，我要根据你身体状况帮你贴的呀，否则我也跟着你一起唱，我成自媒体唱歌大家啊。这很简单啊，2白，这个叫什么？大动脉。不，这不是动脉，这是经啊。2白。好，这里。对。你就经常轻轻按按就可以，轻轻按按，就按按呀，简单吧？它对你这个确实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对，你一般性有痔疮的人这里才有反应。第二，你咽喉炎，手上还有一个穴位，专门治疗声哑的，还有一个穴位叫通里。这真不知道了。临道、通里、阴溪、神门，对不对？通里是治嗓音的，临道是安神的，神门也是安神的，阴溪治疗盗汗的。汗症。临道、通里、阴溪、神门这各差半寸，神门在这里，阴溪在这里，通里在这里，所以通里一个穴位进去，这个穴位也是给你治嗓的。你如果喉咙不舒服，你按压一下你按压一下你现在有点刺痛的感觉。就是你一按我这个地方，我就有感觉。对呀，你这边再来一个，好吧？好嘞。以后你不好了，你问我，我告诉你。哥，那太好了，我加，能够加上您的微信，简直3生有幸，对吧？没事，以后单独给您唱歌。你又给中医季唱首歌。可以，我来写一首。咽喉炎。我也教你2个穴位。我们海派中医的创始人那个杨永泉先生啊，他就有一个方法，当时他就跟周信芳是叫京剧大家，他上台声音哑了，我们就帮他做这个治疗。还可以配合。我也需要老师。我这一听，我也要学老师。是什么事啊？太溪。太溪。
肾经的原穴。太细在哪？来，袜子脱出来。脚上，把脚踝露出来就好。对，好的。老师我贴。好。把袜子脱一下，然后露出脚踝。太溪是肾经穴，在内踝高点和跟腱之间这个凹陷。咽喉贴脚上。这脚上是什么？这个地方是肾经，它专门养阴润燥的。晚上自己去按，2个脚同时按，这个是会润你的嗓。润嗓。中医还是博大精深，嗓子看脚，痔疮在手上。咽咽口水看，就可以明显这个改善。此外回去还可以用个代茶饮。我平常喝黑茶比较多，黑茶偏热，知道吧？但你喉咙呢，应该是以养阴清热为主的。最简单的就是胖大海。胖大海想到这个。胖大海我偶尔喝。胖大海放1个，再放2克的银花。银花或者莲子心。当然了，你如果可以的话，放个玉竹，泡水就可以了。好，没问题的。今天好吧？可以吧？精力杠杠的。好的，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好嘞。老师您记得通过一下我的微信。好，别忘了哈。好，我给您唱歌。好，我会写歌。别忘了哈。我的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唱歌的骡子。好的。不过这个老师确实长得就好像很健康、很厉害的样子啊。他叫王老师、沈老师。沈老师，你稍等。这长得像个神医，沈老师，很有那种在世华佗的感觉。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到中医这个领域，然后把我们的中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感受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小白，起正。我来。好的，来，先起来。小心，慢点。谢谢。来，这是你的处方，老师跟您说的那些话要记在心里，切实落实。好，可以，没问题，我送您下去。好，谢谢，辛苦你们了。没事。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好，那咱们上去。老师，下一位患者。老师，我的那个单子，我刚刚可能在上来过程中找不到了。你记得吧？我记得。你说。这位患者他是自3年前因为一些情绪问题，然后开始出现脱发。您这个脱落就是只是说面部的，那您比如说腋毛啊，腋毛我发现好像有。头发之后最先是眉毛，然后再是睫毛、前毛、胡子。胡子，然后腋毛。腋毛我是最近才发现的，腿毛也是都是最近才发现的。于3年前，同时他出现了面部的包块，他曾在医院检查过，然后做了西医的血检跟尿检，但是他没有检查出异常。给他下的诊断是脱发，然后他的症状是肝阳上亢。我认为他的病根是因为他的肝郁，就是长期把他的阴血耗干，然后火就上冲，把他的就头部的气血给烧干，他就脱发。他是什么一种脱发呢？斑秃。你怎么知道他斑秃呢？我刚刚有询问，然后有看过他的头发，脱发成那个钱币状。我这个假发要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吗？现在？您方便的话给我看看。好，您可以戴上了。对，好的。首先考虑清楚他的毛发的脱落是斑脱呢，还是毛发稀疏啊？这是2个问题。斑秃是跟精神状况有关的，很多人睡一觉脱了，我们过去叫鬼剃头，它出现的是局灶性的脱。但是如果是眉毛、腋毛、体毛、头发同时少了，那是毛发稀少，叫脱毛，这是2个病，明白吧？但是你不是单单斑秃的问题，你整个毛量都少，你是全身体本在体质上的有些问题，所以这是要从身体的本源上去治疗，
又要从这局部上去治疗。局部我们斑秃是因为气血不足，所以我们是通过针刺局部来解决问题。这个囊肿只有在脸上吗？身上有没有？胳膊上也有。这个是多发性脂肪瘤。这个中医里面有很多的病名，但是不管是什么病名，它是归之为痰。我们说的高脂啊、肥胖啊，都是属于痰。而且它是多发的，那是痰湿，代谢有问题，需要健脾，要化痰。实际上，我们针灸到治疗这个倒是有效的，扎针它会慢慢消掉。而这种病生了以后，肯定会影响心境。对。越是心情不好，你会觉得这个病越麻烦，对不对？真是。是不是？比如说生活当中是有怎么样的压力，导致你比如说精神上面出现了这个样子的情况，才使得斑秃的？打一开始吧，就是校园里面玩得好的朋友的一个背刺，还有，就是当时一个就无法接受，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个很仗义的人嘛。后面就是一段时间比较自闭了，就我跟人都不说话了，然后在学校里面天天都是戴着耳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跟谁都不说话，别人问我问题我都不说，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两个月，2个月我就发现我头上秃了。秃了之后呢，就天天戴帽子嘛，天天戴帽子还是一直是一个人，然后甚至于就产生了厌学的想法了，就不想待在那个宿舍了，因为他就在我边上。到后面就是毕业了，记得很清楚，我就前1个月，我当找了一份工作，我有一次在车里面休息的时候，我把假发摘下来了，他就无意间看到我脱发了，他瞬间就不想要我了，因为他觉得就是怕会影响到他。对，我感觉因为这个斑秃会影响到我一个生活，我整个人我非常自闭，我真的我躲在家里面我都不想出门。实际上很多时候啊，有些疾病啊，被人看是误解了。对。所以啊，造成了你的社交圈都会对你有影响。对。我们通过治疗，我们希望2点了，一个还是要靠自己去改变这样一个状态，第二要有信心，要有恒心去治疗。我跟你说，这个会好的。先来感受一下，然后后面还是要坚持的去调整。好的。而且这事儿就是你心态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你就愿意来节目里面去展现这个问题，因为你心态已经很想治好它。对呀，慢慢来。23岁，您先躺着吧。好的。我们就今天针对这个，我们是用维刺的方法。还好吗？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看你表情还以为是感觉很神奇，非常神奇。痰核的话，我们最主要也是可以用维刺的方法。杨氏针灸呢有一个叫养刺，其实杨氏就是4针当中加1针，专门可以解决这个。你帮他疏肝怎么样？好，老师。留针半个小时。老师，然后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很慌乱，然后我把那个病历暂时没找到，我自己手写了一份。完美。我把我记的信息全部写出来了，老师真的很抱歉。好的。我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实际上头发啊，要记住，头发不要天天用洗发膏一起洗，这样洗了以后啊，反而会造成头发掉落太多。第二呢，不宜把帽檐扣得太紧，不有利于皮肤。还有一个，不能帽子这个透气性太差，它的代谢会差。我给你盖一下好吗？可以。知道吗？紧张点，给他纠正，直接给他纠正好。我可以给你整整腹，可以吗？可以。就是老师也说你是健脾化痰嘛，可以帮你整整腹，感觉有点紧张。慢慢感受一下，休息。好的。它的针柄是热的，主要是这个这个是凉的，这个是凉的。王哥，楼上可以下一位了，可以下一位了，太好了，来走，下面已经积了2位了啊，是，对，走，香菜久等了，久等，来坐，对，来。
姐姐，不好意思哦，两位，我没带你们。没有那个楼下有位姐姐，她6点的飞机。你好，我想问一下，上面还有多久时间啊？您很急是吗？因为我赶飞机。赶飞几点？我7点。啊，我帮您问一下好不？我们再下去再等一会儿好不好？真是没事。我们2个姐其实已经等很久了，是。但是因为那个她6点就要赶飞机，谢谢。哎呦，谢谢香菜。谢谢。王哥，6点飞机的那位患者是这边。我要走。好，来，我带你上去。好的，谢谢。爸爸香菜。下一位就是咱们2个，好吗？没事。好，一会儿我来接你们哦，好不？来，马上啊，再等一会儿，谢谢。没事，不急。你吃糖吗？谢谢。再等一会儿啊。行。OK， 老师，患者来了。你好。哎，这位还是我。然后老师，他的主诉是月经不调10年余，患者自诉于10年前出现月经初次来潮之后出现月经先后无定期，第一次出现是12岁，第二次出现就是14岁。您主要是这次想来是看什么问题？多囊。您这个多囊是发现多久了？很久了，我从第一次来月经就不准，我上一次来月经大概是6、7个月之前，而且我今天来主要是因为我想要小孩。您现在是结婚了？还没有，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会担心。大夫就跟我说，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如果我现在想要小孩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不排卵。包括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和我的卵巢情况都没有办法承担，孕育小孩这种功能。所以我就很担心嘛，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你很喜欢小孩子？我超级喜欢小孩子，而且我不希望这个问题变成，就比如说影响我和家人关系，或者就是影响我和未来丈夫感情及家人的关系。对。我有男朋友，但是我不敢跟他结婚，因为多囊就代表着可能不好要小孩嘛，然后我就很担心这个事情。小李啊，我先问你一下，什么叫多囊卵巢？多囊就是你卵泡承受不了，然后它有好多个它挤在一起，每一个都承受不了，它就是在咱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它就会成一串那种。首先，你有卵泡吗？我有卵泡，但是缺乏优势卵泡。是的，不成熟。哎，对呀，不成熟不要紧啊，我们想办法让它成熟呀。这就是治疗多囊卵巢呀。首先你要放轻松，会有孩子的，知道吗？我们中医认为多囊卵巢只是因为没有去腐熟。什么意思啊？就是卵泡都有。我要想办法要它腐熟的，而且要有规律的，每个月要腐熟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通过针灸来治疗，中药来治疗，但这个治疗时间可能相对长一点。一个就是培养卵子，一个就是培养土壤，土壤也齐备了，种子也好了，哪有不成果的道理啊？别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希望你下一次看到你已经抱个宝宝了，好不好？好的啊。我感觉这是我就诊多年以来最好的一次问诊的体验，也确定了多囊它真的是一个情绪病的来源。从现在开始，我注意我的情绪，然后我开心一点，然后我没有那么紧张的话，我的身体就会变好一些。好了，下一位。好，来，咱们走。我那2个等很久了，乐怡，我那2个等很久了。那咱们再稍微等一会儿，咱们着急吗？肯定着急嘛，我6点钟怎么都得走。 6点，我那个车改签也改不了了。但是他6点必须走，如果我这个下个看不上，他就直接就得走了。我再去问一下，咱们一起去协调一下。再等我一下，我姐姐。您在这块稍微等一下。好的。对不起，我们3个一起过来。
哎呀妈呀，我的妈歉了。对，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俩。就是这个叔叔他也是6点的要赶车，然后上吧都上。他可能不看他得直接就走了。对，就是他来一趟也挺多的，这个困扰他很多年了，就是他一直在疼痛，就是24小时就是持续性的疼痛。你知道听他说了刚刚。对，所以就实在不好意思，但是他只有20分钟，他现在就要赶车了，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没事，本来我就没关系。仔细看，好好看。行，好，谢谢。对不起，那再坐一会儿了。来吧，叔叔，咱们走。来，您跟我一起。下一位是谁呀？好。哎呀，真是，哎呀，来，请坐。我这激动了这一天了。这位叔叔对咱们的节目非常了解。小齐同学，哎，你好。那个妹妹是新疆的，是阿姨。哦，你很熟悉的嘛啊？这她叫王玉啊，对。这个小妹妹的名字我没，白岩松。白松岩。为了记忆的名字，我叫白岩松、白松岩，我都记住了你们的。刚才叔叔在下面还一直在说咱们赵博士。你好，从头到尾一直关注节目，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我记住了，王翰、赵乐怡、白岩松、白松岩。白松岩。我们叫白岩松。啊，对，很多老师也叫他白岩松。啊，为了好记，都认识，都见过。那次看节目看的老师们扎针，这里痛。哎，痛吗？不疼了，这么神吗？可神奇了！哎呀，我一下就燃起希望了，说赶快我就报名，因为我孩子、我媳妇儿成天看，完我体会，现在我一下开始关注了，也开始看了。说看，怎么不好？年龄是56岁，然后他的主诉是肺部僵硬、肩胛疼痛4年，是以右部为主。一个是确诊到底是什么问题，另外一个是想要一个治疗方案。他的现病史是4年之前开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肩胛的一个不适，没有办法受凉风，胀痛。医院诊断为肌肉粘连，进行了针灸、拔罐、牵引等理疗无效，红茴香注射加小针刀治疗无效，拔罐放血疗法。位置大概是在脊柱旁开大概0.5寸左右的地方，当时有一点改善，然后后来就无效了。服用中药3天后出现了背部的极大缓解，然后后来疼痛又恢复了，使用了弧针，仅仅是当天有所改善。医师诊断的是抑郁症和焦虑症。他判断的焦虑和抑郁有，我自己能感觉得到，因为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失业了，没有工作几年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50多岁，工作不好找，2个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退休一早还难得很，给自己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心理压力。但是我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家庭来讲还是很好，孩子们都成家了，因为我是个女儿。一个小棉袄，还是不想修。我的女儿现在正在怀宝宝当中6个多月，她的妈妈陪着她的，所以我现在是自己，要不然俺媳妇儿这回就跟着我一起来了。我也想给他们一些帮助。我这回来希望能找到一个答案，因为我在那边一直没找到，看了这么多医院，我一直确实没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真的感到很痛苦。小赵，是什么病啊？我觉得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僵硬，我在这边的时候也有摸到那个条索状，然后可能是一个肩胛的肌肉的一个粘连。另外就是我怀疑他的这个胸椎段有一些小的这种错位。来，具体让我看看在哪里啊？这就从这里到这里到这边，主要是这一边。对啊，这个地方一直下来。主要是这个还是当中中间。肩胛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对。对，我要摸一摸颈椎。实际上这个病人是颈椎出问题了。我们仔细看，他头有角度，看见吧？他不直的，他是往这边歪了点，搬过来他才直，看见吧？哦，我以为是胸椎带过去的。不是，肩胛骨内侧2条肌肉啊，是它跟颈椎斜方肌来的。如果这2条肌肉一样长，但是他头偏了一点以后，这里就拉扯了，
所以这块肌肉它是一直掉到这里，但不会掉下去，下面正常的。所以这边才会有放射。哎，对，它会整个这一块就不舒服。但这上面对吧？从这里往上，对吧？对，好，结束了。大哥笑得很开心，是不是？对。我给你拔针喽。哎，好的。姐，你看它小了，真小，很明显。啊，原来这里。这儿是不说了，不用焦虑吧？我们老师可厉害了。是的。哦，对。照一下镜子，之前这么大，现在只有这么小了，是吧？真是。特厉害。我们走吧，来。好的。我这个来呢，就是哎呀，也很激动哈。我看那个节目，我的女儿、我媳妇儿，他们看了以后，他推荐我，他说：“爸爸，你的这个那么疼痛，你就放弃治疗了？你看，不要放弃治疗。”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节目，我又燃起了希望。这是个缘分，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你，但是我就是记住你们几个和这几个同学，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这回来俺媳妇儿说的，跟那个沈老师一定要问清楚。通过我们触诊、问诊，初步的是颈椎出问题了，但精确的要去做个3维 CT 就明确了，这个痛理论上不是什么大病，对，但是非常折磨人，对吧？我刚才跟他说沟通就这个意思。所以要改变你的状态，因为你时间久了，长期的疼痛就会引起焦虑和抑郁，焦虑又会加重这个疼痛过程，这两者都不能偏废。所以一方面要改善你的心境，第二再去做一些治疗。你可以到你们那里做针刺那个颈椎，还可以做个艾灸，灸上段，做龙骨灸或者督灸，灸颈胸段。第二呢，这个用点中药，生石汤也可以，用桂枝汤也可以。最主要是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学四肢走路。啊，就是什么蝎子爬。爬要记住，背要等高，你不能屁股翘得很高，这没用的。哦。还有在床上干游泳、汗泳。汗泳就把这个就做这个动作，有一个挺胸抬头。你的最大的问题就低头低太多。哦。所以做到这2点了，我想已经好了，好不好？好。我们贴一个足灸，一个大椎，来给他贴在大椎。字样在哪里？来，你来贴。第3个热疗了。过一会儿它会热起来的，大概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那你就舒服了啊。好，咱们把衣服穿上吧，冷。衣服穿起来好了。出去千万别受寒。好，感谢哈，同学们，你们都很棒。我在这干得很开心。赵罗毅同学，你问的哪个点，他会亲身站在后面来知道是哪个位置，非常详细，每个环节大家都还是用心，特别热情，拿了点心过来。听到的现在能看了真的是很开心，很值。注意脖子别，对，啊，咱俩一起，记得护住那个护住脖子，对，别让它着凉了。对，现在天气冷，您可以把这个稍微往上放点，对，或者弄一个围巾哈。是，拜拜。哎，拜拜。好。哎呀，很开心。香菜，走喽。走喽，我们去找老师看。可以的。加油，香菜！您走不动。当 ，Hello， 这是我的2位患者。我觉得他们是等了很久的。他们等了好久。刚才他在门口进来到现在最起码1个半小时了。是。抱歉啊，我们也没空。没关系。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气喘吁吁了？爬楼梯。你爬这个1层楼哎？是。你就这样啦？是。太热了。好，我们先由王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病情。香菜，女，年龄25岁，主诉就是想减重，然后现在身高是176，体重是170斤，属于全身性肥胖。然后没关系。蛮好的，所以有的国家你这个是标准体型，偏瘦了。然后食后腹胀、消化不良、打嗝、湿气，一天吃饭大概3到4顿，喜食辛辣、冰冷、油腻，月经期正常3到4天一排便，小便色黄，舌尖微红，舌体胖大，舌尖有瘀点，舌边有齿痕，脉滑数。
我的诊断它其实是一个脾虚兼有胃火旺盛的表现。我比较推荐它的是曲池、足三里、丰隆这3个穴位，平时可以去多进行按揉或者是针灸。然后呢，时候腹胀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平常饭后半个小时可以顺时针的揉腹去帮助我们胃肠道进行一个蠕动。推荐做一些8段锦，打一些太极拳，就可以帮助我们减重。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主要你自己觉得胖。减肥过吧？我一直在减，就是减一下，然后又胖回去，然后又减又胖。那你为什么减还要让它胖回去呢？就想吃，馋了，感觉主要问题是在馋。你总体来看还是可以的这个长得又喜庆，对不对？多好啊，对吧？从你的年纪来说，好像偏大了一点啊。哪里大？体重大了一点啊，对吧？对吧？你不是就在看体重吗？对吧？像你要减肥，我跟你说，没有捷径可走，没有捷径可走。他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是。舌头给我看看，可以吗？它还有火，有火，胃强疲弱。控制胃火就是什么？控制食欲，而且你也自己不主动的去贪吃，这是很重要的。能做到吧啦？可以。跟我们签个协议你做不到要罚款的，可以吧？可以。我倒是建议，很简单，我们应该吃什么？去利湿的，用点薏仁。薏仁。每天早晨或者每天晚上吃一顿小米薏仁粥。排湿，脾胃也健了，湿也化了。你说你体重怎么会不减呢？我们通过耳穴，我们去抑制一下食欲。来，耳朵呢？耳朵在这儿。看到吧？刚刚讲的半天。积一点。你肚子饿了，按一按，就不饿了。简单吧？给他做吧。贴吧，好吧。贴吧，按压一下，他就不贪吃了。因为这个点会给他一个信号，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控制。感觉就是很爽，整个世界都开明了，就是看到了希望。感觉中医挺神奇的，老师给的建议都很简单，实际以后会持之以恒，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因为2位实在等太久，他前面大概等了得有3、4位，所以我就想说送给2位礼物。谢谢你，真的谢谢，今天担待了，今天担待了。下次我们再见了。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麻烦了。拜拜。老师，衔接及不及时？及时。请坐。哇，你跟我电视上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了。老师是一样的，小齐不太一样。更有自信。他累了，缺乏关爱，是吧？是，我一会儿我也扎2下。好，汇报一下。它的主诉是腰部不适6年余，近期加重，疼痛伴随放射感。因为我是老师嘛，所以时间会比较长的久站或者是久坐，然后我就会走路就会变得一瘸一拐。然后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脾胃不是很好，我感觉我湿气也蛮重的，舌头的齿痕也比较的明显。那你自己还其实蛮懂，你说的这些话比较专业哦，因为你们节目科普的好呀。你注意结哦。有哇，好神啊！我这个甲状腺结节3类。你刚吃的东西啊？奶茶。那你最近在便秘？这2天有。是吧？如果没吃东西的话，你这个就是便秘的嘛。好神。眼睛不舒服？会经常眼干，太厉害了吧！我都没想到说这个。因为患者他的职业是老师，他经常久坐久站，这个腰痛就很困扰他。对，李延青啊，问你一件事情。好。腰痛分哪几型？腰痛中医首先是分虚实，实症痛的一般是呈冷痛，就是御寒加重；虚痛一般是隐痛，按压缓解，然后酸痛。那么如果是症型的话，腰痛属于一个痹症，然后有气滞血瘀、气虚、寒凝，然后还有一个外伤。如果按经络分呢？按经络分，它的经络我查体的时候是膀胱经跟胆经，因为它放射这个地方是环跳。我们从西医来说，哪几种病
都会有腰痛啊。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管狭窄、膨出，然后滑脱，还有一个外伤。腰痛我们首先分清楚，它是根性痛、干性痛还是虫性痛，对吧？那这个病人跟我的概念，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区分它，因为还少了一张片子。像你这种痛呢，除了腰椎间盘或者是梨状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小关节不好，就骨头啊、腰椎的序列不太好，有点上海话叫七腰八脸的，你就是有点歪啊，不是很序列很顺，知道吧？辨别一下，这最简单的就可以做个肌电图。那你就躺上去吧，我帮你看一看。多好的机会，来，那可太。你直接躺着好了，头朝那边。好。四肢实验会吗？放松，好，放松，弯，屈膝。我压了啊。是。疼吗？疼吗？疼吗？疼，但是有一点胀。哪里胀？就有点类似于我刚刚跟你说的腰窝的那个位置。来，也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可以辨别了。这个病人很有意思啊，他本身只说是这一边要坐骨神经会牵扯到，做四肢实验做出来这边也不好。那再看一个最基本的啊，他如果在正常状态下，我们也比一比，他这个腿要差2公分。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他这个骨盆位置不正，歪掉了。那么怎么治疗呢？你翻过来。OK。哎呦。这个手拿到头上去，对，这样，现在，好了吗？换个手。哎，它又出来了。差不多了吧？说明什么？说明它一边坏掉了。你这仔细再看看它宽，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里面要高了，明白了吗？把这个松掉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正了吧？老师。好，起来吧，你这先动动看腰，还可以了。哦，会好一些。对，你要注意啊，你要去保持你的平衡，就把你的骨盆放到一个正位上，你不要做翘脚。不要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局部保暖，好吧？好，可以吧？要注意保养啊。好的，好吧？好，谢谢老师辛苦了。张老师让我趴在那个床上确认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时候，连静他就会提醒我，然后包括我起来的时候也会搭手扶我，就确实是各方面都做得很细心。很开心啊，今天又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天啊。是的。实际上今天下午啊，超额完成任务。是。看似次序有点乱，为什么？我们要满足很多患者的一些要求。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是的。所以呢，他们有一些正常的需求，我们满足，这也是体现出我们的一个人文关怀。是的。所以在我们临床上，实际上经常会有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医生如何合理的去解决问题，这也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考验。首先呢，我想呢，对我们下午考试做一个点评啊。你们3位在这个诊疗过程对答还是比较详细的，所以我想了半天，综合个人的表现啊，我们这一组第1名呢，给了李延静同学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如何去让病人又有西医的检查，又有中医的检查，让病人感受到我们中西结合的一种魅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是叫皮内针，它跟针灸有点像，但是它可以带着走。我压了啊。是。李延静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也很出色。王哥，6点飞机的那位患者是这边。我。好，来，我带你上去。好了，下一位。好，来。第2名呢，给了赵乐怡同学，也是非常认真啊，每个场景都做得很好。要不设个屏风。实在不好意思，但是他只有20分钟，他现在就要去赶车了，实在不好意思。天气冷，您可以把这个稍微往上放点。我估计你写病史写的不少啊，这个根据我大病史的格式，哐写，啊，非常好，非常认真。
啊，一步一步啊，主诉、腺病史、过去史啊、手术史、既往史全都给我问一遍啊，这是好的。当然要注意啊，做门诊的时候要抓大放小，这个点非常重要。小王同学呢，实际上也是非常认真的啊，尤其是有一对病人，这个病人就等了1-2个小时。是那一对非常的贴心。来，马上啊，再等一会儿。吃糖吗？谢。2位实在等太久多益，我就想说送给2位礼物。谢谢你，真的谢谢今天担待了。我们刚才都一直在表扬他，为什么分数低？毕竟啊，临床做的可能还不多。这回答问题可能还欠流利一点。年纪轻啊，未来是不可知的，未来可期啊，对吧？这是很重要。谢谢了，谢谢。那么总比分就请王敬轩来公布一下。那么根据上下午所有的患者的调查表的这个分数啊，每张表格是满分是50分，我来宣布一下。上午的总分是495.7分，下午的分数是498分，分差2.3分，所以下午组获胜。获胜的一组每人多获得1格药材。我这边收集了一些启皇院患者就诊满意度的就是调查表，然后其中有几条我还觉得蛮有趣。先拿出写的最多的这位，他说李姐姐非常有耐心，对我的所有问题都不厌其烦的回答，很有责任心。话锋一转，小白姐姐真的超级好，超温柔，真的好到宇宙爆炸，现有的词汇量都不足以让我去形容出小白姐姐的好。对，然后下面也说了，王玉也很细心，一直在给我揉腹，真的她也很替我着想。慢慢感受一下。好的。我觉得阿姨很暖心，希望以后他们会在中医这个路上帮助每一个人吧。就是这个地方，好的，来讲一下。小姐姐很细心，就是她会照顾到我的情绪，给了我很多希望。这孩子们真的很优秀，他们真的很棒。希望他们跟着专家们好好学习，希望就是这个节目一直办下去。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去学中医，把国粹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于中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医有多少期待的目光，有多少光明的未来。我们一定要以中医这个抓手，让我们更好的行稳走远。医者仁心嘛，当医生啊，做药啊，都得有情怀，没有情怀做不好这个。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去考虑这个人得失。孙思邈啊，张仲景啊，你看看他们，这都是给中医留下了很好的一个导向作用。它就是一面镜子，你时时要对照他们，啊，你对患者你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心态，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医术，能不能给人治好病？就如履薄冰啊，在下药的时候，那很谨慎。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今天我们将开启独自坐诊的考核。本期考核由目前总药材数最高的2名学徒坐诊，这将是本期的最后一次组队挑战了。今天不仅是2个诊间之间的 PK， 也是乐怡和严静的终极 PK 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做好了，做好了。吓我一跳。你想来这里去解决什么问题？他的那个精子记血率比较高，5%能用，不合格率达到了90%以上。极端的一个节食，过度的一个运动，过度饮食，反复感冒，反复的腹泻，灸灸嘛，用中医的方式。现在正在看诊的这位患者有点不一般，是全网最火女法医和法医女博士。俩站在一起，俩人太像了，像姐俩。我们都是漂亮又优秀的女孩子。我们不扎针了吧？就只扎1针。我怕痛了，你轻一点啊。好家伙，这出的针啊！秦心居然会害怕外力损伤，因为干这个工作本来就是想。没事，不想说咱们就不说。我才发现他有老婆。
开始逼我打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很好啊。21年的时候身材很好，因为抑郁的原因没有了生活的自理能力了，就动都动不了的这种感觉。人和人之间的恶意来的是没有道理的。我给你把个脉，进行一个查体，拔个罐，按下穴位。从整体的业务比拼上，我们今天获胜的队伍是。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也动古房里的迷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要像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都当过。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潮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